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因为拒绝做假账，我被跟了10年的老板恶意调岗裁员。不会做假账的会计不是好会计，你一个老会计不会不懂吧？他甚至在我离职前恶意泼脏水，扬言要在业内封杀我。好，那看来也不用告诉他了。老子考公务员上岸了，税务局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峰，你去人事部把离职手续办一下，明天不用来了。老板办公室里，周国强随意地翻着文件，连正眼都没瞧我一下。刚才我被秘书通知来办公室谈事情，结果就是这个。我有些不服气地说：“周总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”你没做错，你做得很好，出去吧。周国强的语气敷衍至极，我抿了抿嘴，本来不想说的，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。周总，我跟你一起打拼10年，期间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到现在连个理由都不愿意给我。周国强终于还是被问烦了，耍脾气的将手中文件闭合，冷漠地看着我。不会做假账的会计，我要他做甚？我呵呵了，心中确实猜到了，但是就想听他亲口说出来。昨天周国强找到我，让我想办法把一个200万的税过掉。我一听就是假账，这东西我闭着眼就会做，但是从业10几年从来没做过，因为违法，所以我果断拒绝了，倒是没找什么奇葩的理由。直接跟他坦白，做假账是不好的，这个锅我背不了。当时周国强直接翻脸了，皮笑肉不笑地警告我：不会做假账的会计不是好会计，你一个老会计不会不懂吧？光凭这个就想在我脑袋上扣一个不称职的破帽子，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所以没有理会。结果今天他就忍不住要辞退我了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出去吧，我还要忙。周国强冷言冷语，我淡然道：根据劳动法的规定，你必须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辞退我，并出具书面说明，由我签字。啪！周国强直接把文件摔在了桌子上。你跟我谈法律？周总知道我一直遵纪守法，当然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。要不然您现在就把辞退我的理由写上去，我马上就签。周国强的脸已经扭成了麻花，他不傻，他怎么敢把这理由写上去？于是一拍桌子：从今天开始你别干会计了，打扫卫生，因为我觉得你胜任不了会计的工作。现在了解了吗？转岗需要本人同意的，你违反劳动法了，知道吗？法盲。嘿，这些公司老总们偷税漏税，偷偷摸摸，但劳动法却总是视如无物。我本可以拒绝这次调岗，但我却微微一笑，一口答应：好的，周总，按你说的办。我退出了办公室，手不自觉地捏在了一起。这个周国强还真是卸磨杀驴，10年来我陪着他披荆斩棘，从一个小公司硬是干到了市值1000万的集团。虽然我被加上了一个会计主管的名号，但工资3年不见涨，物价可是蹭蹭的往上提高。就这我还没有怨言呢，毕竟干了10年，有感情了。没想到元老沦落到了这个地步。我回到自己的办公位上，看着电脑上公务员考试通过的信息，觉得是时候要走了。但现在我正处在公示期内，不能节外生枝，一切还是等公示期过了以后再说。呵呵，做保洁又如何？我等着你们来求我。宣布个事，周国强从办公室走出来，因为林峰违反了公司制度，公司决定从今天开始革除他会计主管的工作，负责整个楼层的卫生打扫。张立清，你搬到林峰的工位上，以后那个位置就是你的了。
这个叫张立清的来公司还不到半年，阿谀奉承，给领导拍马屁有一套，论专业能力一言难尽。只是客观评价一下，毕竟这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张立清的笑容比 AK 还难压，其实这都是他意料之内。当时周国强给我分配任务的时候，有不少人都听见了，难免走漏风声。恐怕这厮已经为走马上任做足了准备，以至于今天穿得非常正式，西装革履的。林主管，谢谢你将这个宝贵的机会让给我。张立清把他那稀薄的文件压在了我的桌子上，嘴唇轻轻勾了起来。晚上给你搞个欢送会吧。我没啥心情搭理这个伪君子，但是却切身实际体验了一把什么叫落井下石。他是我亲手带出来的，当时就是个实习生，有会计证，可具体的实践操作一窍不通。张立清会来事，一声师傅一声主管的叫着，还总给我买奶茶，要请我吃饭。吃人嘴短这个道理我是懂的，一般都会以职责之内的理由拒绝他。就这样跟我干了半年，却是个白眼狼。行了，大家继续工作吧，今天下午下班，聚春楼。林主管，你可一定要到啊！张立清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我抖动甩开，没时间。别呀，说是欢送会，其实是我的庆功宴。您是我师傅，没有您，这个酒喝不了，那就别喝好了。我冷笑一声，随即把桌子上的文件全都丢进了碎纸机。张立清被吓得连忙去抓，结果连个毛都没抓到。林峰，他朝我大吼，这些都是财务的重要文件，你凭什么给碎了？这是当师傅的给你上的最后一课。会计离职前一定要把所有自己签过字的文件毁掉，免得莫名其妙背锅。我笑着拍了拍张立清的肩膀，拿起旁边的扫把，把剩余的碎纸打扫了一下，走了。张立清的脸像调色盘一样黑红交替，想坐享其成，门儿都没有。然后在张立清上任以后半个多月里，整个会计部都忙3火4的，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。他张立清生气，下面的员工们也生气，唉声怨道的。毕竟以前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账，被张立清1、2句话就给废掉了。落井下石，一个干了10年的元老，也就他张立清能不顾后果做出来。这里怎么这么脏？保洁，保洁呢？张立清坐在工位上，扯着嗓子大喊。我拿着扫把走了过去，他连忙拍衣服站了起来，就跟朝圣一样。你瞧瞧我这脑子！林主管别生气，我还以为是保洁阿姨呢。来，我自己来打扫就行。张立清语气嘲讽，不由分说的把扫把抢了过去。这时候周国强出来了，脸瞬间垮下来。干什么呢？张立清，你喜欢扫地，我可以把你调过去。老板您误会了，是林主管他。张立清的语调放低，好像很为难的继续说，林主管把之前的文件全给毁掉了，我想请教他一点细节，他反过来就让我替他扫地，这都是我自愿的。老板您千万不要生气。周国强哪能不生气，他都快气死了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我，林峰，谁允许你把文件毁掉的？出了事你负责吗？我负不了责。我抢过张立清手里面的扫把，对他露出了一个善意的微笑。张主管，玩得不错，站住！周国强把我喊住。林峰，你还不认错吗？我有什么错？周国强抿着嘴唇，把秘书叫了进去。很快，秘书就出来下达了一份制度：从今天开始，为了保证全力工作，要求会计部各员工吃住都在岗位上，每晚加班到8点，没有加班费。保洁要在员工加完班后，把现场彻底打扫干净，不要影响第2天的工作。
周国强想一石二鸟，工作尽快完成的同时，通过这种方式变相打击我，那他可是小瞧了一个即将离职的人会有多刚。我敲门走进了老板室，直奔主题：周总，压榨员工劳动力是违法的，您必须正常支付加班费用。周国强听完愤怒站了起来，像他这种唯我独尊的人，很少有人敢正面反对他。不想干可以滚蛋。我笑了笑，将一份辞呈递了上去。当然会辞职，从您降我的职那天开始算，下个月，也就是3天后，我自然会走，用不着1个月，我现在就批。你走吧。不，还是按法律流程来比较好。而且这个加班费用，这几天好像是端午节，要双倍的。啪！周国强恼怒拍桌子：林峰，你找事是不是？别以为你马上要辞职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？不信。我笑容依旧。周国强气得都跺脚了，拿起桌子上的文件甩向了我。滚！我用扫把把文件扫进垃圾桶。周国强几乎是瞪着眼睛看完的。乱丢垃圾不好，保洁人员也是人。林总，加班费用的事情您好好考虑考虑。劳动监察那边我有电话，不信的话您问问。说完我退出了办公室。以前我手底下的员工们此刻都扒着门听呢，见我出来了，几乎众星捧月一般给我竖起了大拇指。我做了他们可能这辈子都不敢做的事。周国强终于还是妥协了。一个老板怎么可能不懂法呢？被我这么一闹，刚刚建立起来的制度马上就被取消了。已经猜到了他不可能花这冤枉钱，否则也不至于3年不涨工资。但是难受的帽子扣在了张立清的头上。那么多的文件他一时半会儿整理不完，有些东西还是要紧的，他比皇上还着急。所以就在下午即将下班的时候，这家伙站起来，以领导的口吻发话：大家都晚点走，工作做不完就加班，把手头的事忙完。晚点我请大家喝奶茶。员工们只是愣了一下，接着若无其事地拿着各自的东西离开了。张立清被晾在了原地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林主管，他皮笑肉不笑地拦住了即将离开的我。别叫主管了，现在是保洁。张主管有事说吧。那个，我早就听闻林主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尤其是在做账方面，好多账单都刻在了脑子里。所以我想求求林主管，能不能指导1、2？我微微蹙眉，你说的倒是没错，但是我现在下班了，明天也可以。一听有机会，张立清都激动了。可明天我还要扫地呀，我来帮你扫。不行，要是被周总瞧见，到头来被训斥的还不是我，就成了我让你扫地了，对吧？张立清尴尬地挠着头，低三下四地对我说：师傅，徒弟刚刚上来这个位置，你也不希望我这么快就被赶下去吧？那天纯粹是为了自保啊，我可没心情听他这些胡话。张立清紧接着就说：徒弟给你加班费，我没搭理；1万块，我没心动；5万，我掏5万。跪求师傅出山，谁还会跟钱过不去呢？5万都是我小半年的收入了，明天上午给你。我随便扔下来一句。张立清在原地傻了，可能难以置信我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齐所有的资料。这个山炮，资料哪在脑子里，全在电脑里呢。我花个10块8块给他打印一份就好了，就这样赚5万，挺香。第2天，我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也不知道周国强是不是每次来的都这要巧，被他看见了。张立清赶紧拽过文件：林主管你可真黑，毁了公司的文件，现在要我拿5万块买回去，真有你的。
这套把戏在我跟前已经没有任何杀伤力了，随便回了一句：文件上记得签上你的名字，我的张大主管。张立清尴尬地托起文件给周国强展示了一下，老板，这你自己愿意买，怪得了谁？原本还想卖惨，从老板这里找回一点成本，结果被周国强无情反击了，还是来的时间太短。不知道周国强号称周铁鸡，想从他手里拿出工资以外的钱，下辈子吧。林峰，你这个月的工资扣3000。周国强通知我，我当即问为什么，他说原本干了保洁就该降工资，再加上这几天卫生保持的不行，扣了不少。我懂他的小伎俩，但我没刁他，直接2句话给他兑了回去。结果在当天上午，会计部突然出事了，一个已经超时好几天的单子没有报给衙门，偏偏这个单子还非常重要，结果是被张立清无意间晒出来的。他动员所有的会计火急火燎地做账，但是有好几笔始终对不上。张立清忙得焦头烂额，连饭都没吃。周国强还不断地过来催，有好几次都骂娘了，眼瞅着没头绪。张立清依然搞不定，怒捶桌面，抓耳挠腮。突然这小子灵机一动，找到了我。师傅，我记得以前这个单子总是你做，有没有什么窍门？赶快教教我，江湖救急呀！不行啊，我太黑了，师傅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今天下午如果再不递上去，公司将会面临几十万的罚款。我心想，罚不罚关我屁事。坐到楼道的板凳上开始喝茶。张立清抢过我手里面的保温杯，屁颠的去给我泡了一壶好茶，半蹲在我的面前，一脸奉承。师傅来，请你喝这个。这个茶是我托朋友从茶庄搞来的专供。我尝了一口，确实不错，好像他以前给周总拿的就是这个。有幸喝过一次。师傅，我刚才跟您说的是，您考虑一下呗。我真的是没办法了。我马上放下水杯，给他递了回去。我是念在以前的师徒之恩。张立清疯狂点头，又一次激动了。念在以前的师徒之恩，所以才喝这口茶。张立清的眼睛瞪大，师傅别呀，拿回去吧，剩下的不喝了，喝不起。见我如此态度，张立清竟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。师傅，我求求你，就当是我求求你了，只要您出马，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。屁话，这种屁话我都听了不下10遍了。这小子甜言蜜语能把人唬得一套一套的，如果不是经历过，很容易上钩。我给您钱1万块，我不为所动要走。张立清跪着抱着我的大腿，师傅，我浑身家当就剩1万了，您就发慈悲吧。干什么呢？你们2个？张立清，你不赶紧去做账，在这里干什么？周国强满脸愤怒地走了过来。张立清欲哭无泪，支支吾吾地解释：搞不定啊，周总，怎么对都对不上，我只能求我师傅了。怎么会对不上？你这个会计是白痴吗？张立清垂着头不敢直视周国强的眼睛，嘴里小声嘀咕：如果下午不报上去，将会面临几10万罚款。师傅，您就出手吧。一听说要罚这么多钱，周国强的脸瞬间就变了，当即把张立清拽了起来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罚多少？30万左右。张立清把头低了下去。周国强呼吸急促，一巴掌打在了张立清的脸上。王八蛋，你这个会计主管是怎么做的？这么重要的单子，难道不会提前几天吗？我以前没做过，加上工作也没有交接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周总，周国强用力把张立清推开，当即命令我：林峰，你马上把这个单子搞定，我给你2万。我笑了，虽然爷们缺钱，
但是也没缺到这种程度，求人都没个求人的态度。我转身拿起扫把就走，周国强气得直抖。林峰，你站住！他追上来，眼露寒光地看着我。原本就是你的问题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做工作交接？现在出了问题，让你负责，是理所应当。周总，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看傻逼一样看着周国强。工作交接是指已经完成的工作，或者没有完成的半截工作，交给下一任负责人时说清楚情况。我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而且已经完成的工作根本不需要交接。所有的会计都知道，现在这个单子属于定期汇报，没轮到我呢。我交接个屁呀！再退一万步说，他用我交接了吗？迫不及待地上任，好像连我那些笔记都给扔了吧。我看向张立清，张立清眼神闪躲，接着我无奈道：笔记里就有这个订单的具体流程，扔了我也没办法。垃圾桶呢？还不赶紧去翻垃圾桶？你扔哪儿了？周国强急赤白脸。张立清刚要跑，我就告诉他，垃圾桶早被我倒了，因为周总您嘛，嫌打扫的不干净，罚我的钱。周国强脸绿了。周总，对了，我下午休息就先走了，没给他们继续纠缠的机会。我拿着东西就离开了公司。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呀，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的。这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，请问是林峰吗？我是。您是哪位？我是税务局的，通知您下周一过来上岗。我等这个消息都等了快1个月了，连忙感谢挂掉了电话。可刚挂断没一会儿，周国强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知道他想干嘛？我没接，找个小餐馆吃点午饭，就回家午休了。期间我的手机是静音的状态，等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有几十个未接电话和一连串的未读消息。接着没一会儿，门开始响了起来。这帮人估计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吧。刚睡完午觉的我心情非常好，所以就开了门。林峰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周总一直找你，来者是周国强的秘书。我不是已经跟周总说了吗？我下午休息，假条都交上去了。哎呀，有事车里说，来不及了。秘书拉着我的胳膊就要走，我当即挣脱。我知道是啥事，但那事跟我没关系。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，麻烦刘秘书白跑一趟了。砰！房门被我紧紧关闭，接着又用了半个小时吧，门再次响了起来。一边响，外面的人一边喊我：林峰，开门！我是周国强，难得一见。周国强居然亲自来了。我开了门。周国强开门见山，把眼前的事情搞定，我给你5万。不干！周国强双目放大，那你想要多少？装傻谁不会呀？我义正辞严地说，现在我只是个保洁，会计的事不归我管，不是钱的事情。那我立刻给你提到会计主管的位置上，现在马上回去报道。不做。周国强，我还给你加工资，每个月加3000。呵呵，我冷笑不止。10年的追随都能瞬间反目。周总，您觉得您现在诱惑得了我吗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求求你了，林大少爷，林爸爸，帮忙救一下场，不行吗？周国强跟我作揖了，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装傻。上次张立清给我钱，他不是亲眼看到了吗？你拿钱砸我呀，砸到我满意为止。我这个人很庸俗的，我给你10万，这个寓意好。哎，点透了。周国强咬牙切齿的开价。我勉为其难去了公司。自我一进门那刻，以前下属的目光们全都朝我看了过来，有崇拜。毕竟能让周国强抓耳挠腮亲自上门请的人一直没有过，还不赶紧滚开！周国强把破费的愤怒都发在了张立清的身上，唾沫星子都喷出来了，
还没等我正式开启工作，他就大骂着让张立清结算工资滚蛋。张立清用颤抖的语气学我的话：周总，您得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，然后书面通知，由我马上去写辞退书，理由是不称职。周国强吩咐秘书，接着继续骂张立清：你 TMD 狗屁不懂，还学别人威胁我，自己什么水平不知道吗？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这傻徒弟还真是有样学样。张立清被赶走了，所有人都围在我的跟前看着，尤其周国强看得最认真，他甚至拿手机在偷偷录像，想把这些流程记录下来，免得下次再吃瘪。就说这人的话不能信吧，我敢保证，我这边帮他解决危机，他回头就得咬我一口，我倒也不在意，毕竟拿钱办事，反目成仇又能怎么样？在进行到最后一个关键环节的时候，我提醒他该打钱了，顺便还把拟定好的额外用工协议推给他，让他签字盖章。他不傻，我也不放心他。周国强立刻把10万块打到了我的账户上，钱一到账，几下操作，按下鼠标，账目汇报成功，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周国强也放心地开始擦汗了，只是那汗珠都没干呢，脸就垮了下来。林峰，我算是看透你了。周总怎么说？我笑着回应，你真不是一般的黑，我好歹养了你10年，公司迫在眉睫的事情，见不到钱你居然想撒手不管。我耸了耸肩，我上班也是为了钱啊，你以为跟你聊兄弟感情呢？干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，拿钱办事，难道不是基操？够了，别说了，我现在看你都觉得恶心，赶紧滚！看吧，开始咬人了，跟我之前想的一模一样。他懒得看我，我还不惜得看他呢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在我还没踏出会计部的大门，周国强就指桑骂槐，对那些员工说：以后你们都注意点，如果被我发现我养的是个白眼狼，你们想吃会计这口饭都费劲。林峰就是个例子。说完，周国强拿出电话拨了出去。林峰，93年生人，因在我司犯了重大错误，被我司开除。在行业里面说一下，以后招工都擦亮眼睛。挂断电话，周国强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笑着走了回去。周国强还以为我软了，开口便道：后悔了就把钱退回来，我还让你干主管，但是工资降2000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我笑意不减地整理了一下周国强的领带。周总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啊，呵呵。巧了，我这个人还偏偏喜欢赶尽杀绝，以后在这座城市不会有人要你，所以你还真得慎重考虑一下。我摇了摇头，不用考虑了，希望下次再见。周总还能像这样意气风发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到时候叫林峰，可别叫林爸爸了，显得我多老。周国强就跟吃屎了一样，脸难看得要死。其他同事们憋着笑，目送着我离开，将最后这2天糊弄完。周一我顺利去税务局报到，开始下去执法的时候，我没立刻去周国强的公司，因为他的会计主管还没到位呢，假账还没人做，过去没什么好查的。直到半个月后，我在系统里看见那份假账的单子报上来，才着手出发。林峰，第一站为什么首选周国强的公司？我同事问我，我深邃一笑，没有说话。同事就把多余的制服拿给了我，你们这批的服装还没下来呢，先用我的吧。不用了，刘哥，我就是过去看看，不以执法者的身份干这个工作。有一条规定，出去执法的时候必须穿制服，并依法出示执法证。像我刚刚说的，我就想过去瞧瞧周国强，履行一下当初的诺言，看他是不是还意气风发。
罢了，说我装杯也无所谓。关键哥现在有装杯的资本，非要会这个曾经的老板。时隔半个月，同事们见到我都异常惊讶，有几个不错的哥们凑过来问我怎么回来了。我说回来看看周国强过得怎么样。结果同事们挤了挤眉，往我以前的工位上瞥了一眼。周总新招了一个会计主管，据听说是他远房外甥，高级会计师呢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高级会计师想考下来难如登天。周国强这是给了多大的好处，能让高级会计师冒着风险做假账，不工作干嘛呢？这位远房外甥抬头看了一眼，眼神犀利，透着一股傲慢。林主管不跟你说了，这家伙抓到人的小辫子就要罚款。几个同事回到了工位上，远房外甥起身走了过来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你是干嘛的？以前的员工。过来问候一下周总。外甥皱了皱眉，以前的张立清还是林峰？我笑道，林峰，呵，原来是传言中那个黑心鬼。怎么，我老舅的10万块花完了，又想回来任职吗？估计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。周国强板着脸走了出来，一脸厌烦不屑地看着我。才过半个月你就后悔了，现在后悔晚了。不过如果你愿意把10万块退回来，我可以考虑把这层楼的保洁留给你。好歹也是身价近千万的老板，这格局未免也太小了。我没有迎着他的话说，反问他，我上个月的工资怎么没到账？大家都知道工资是1个月压1个月的，离职后还有1个月的工资可以发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迟迟没到。周国强看向他的远房外甥，远房外甥说道，你以前做的账一塌糊涂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更改，工作做成这样还想要钱，你大概率是搞错了吧？最后1个月我干的是保洁，保洁问题就更多了。远房外甥把他的手机拿出来，开始给我看照片。这面墙脏成这样，2个月没动，罚款100；厕所的纸篓没倒，罚款100；会议室的烟灰缸没清理，罚款100。我当即把他的手机夺了过来，扔到了旁边的沙发上。我在公司的时候，你来了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就问你，工资发还是不发？远房外甥冷哼一声，不发，爱找谁找谁。早就听说你拿劳动监察吓过我老舅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2把刷子，自以为学点法律就了不起了。告诉你，屁用没有，有办法想去，没办法迷着。远房外甥趾高气扬，好像这公司是他的一样。你们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？以前我的助理丽丽站了起来，林主管在公司干了10年，我跟他跟了3年。以前我不知道，但是这3年我很清楚林主管是什么样的人。你们把他逼走也就算了，还克扣工资，近千万的集团，差那几千块钱吗？你马上去我办公室打辞职。周国强瞪着大眼睛，气势吓人。丽丽把文件往桌子上一甩，辞职就辞职，把员工当狗的公司不干也罢。她离开工位，旁边的小李也冷笑站了起来。周国强脸色难看，你干嘛？别他妈这样瞅着我。小爷也不伺候了，1个2个，其余4、5个兄弟们也都站起来要离职。周国强气得身体直抖，你们是不是都疯了？他林峰现在已经是被行业封杀的人，你们难道也想跟着他一起赴死吗？见老舅生气了，远房外甥立即怒斥他们，今天这件事每人罚500。众人愤怒地看着他，看什么看？不服的话，劳动监察见。有几个性子烈的同事已经开始准备打电话了，我制止了他们，因为举报实名制，我怕以后他们去别的公司
会被人事抓住小辫子。毕竟哪家公司都不喜欢跟劳动监察打报告的员工。事情因我而起，这个电话也理应让我来打。见我掏出了手机，远房外甥冷笑不止，周国强也双手环胸看着我。我拨通了监察的电话，说道：“劳动监察局吗？我是税务局执法人员林峰，现在有一个克扣工资的事情，想请你们协助调查。”电话挂断，周国强和远房外甥傻了。税务局，林峰，你什么时候考公的？周国强有些站立不稳了。远房外甥愣了愣，接着瞪大了眼睛：“你这个家伙还敢冒充税务局的人，你完了，你彻底完了！”他指着威胁我，然后打电话通知税务局。我微笑着回应。周国强赶紧照着他外甥的后脑勺来了一下，还不赶紧打电话，别让税务局的来了。远房外甥如梦初醒，但这爷俩是不是想得太多了？你以为公家是专门伺候你们的吗？你说来就来，你说别来就别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警察同志，是我们搞错了。这位是我以前的会计主管，我们之间有点小小的误会，麻烦您白跑一趟了。周国强点头哈腰。警察同志走了以后，他连忙把我拉到了办公室里，扑通一声就给我跪那了。真就突然一下，一点征兆没有。林峰，求你饶了我一马呀！周总这是知道我为什么来了。周国强痛苦地点头。旁边他那远房外甥还想强撑一会儿，结果周国强直接把他拽在了地上，还不赶紧求求你林哥，要不然你那个高级会计证就不保了。老舅，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，怕他干嘛？周国强又照着他的后脑勺来了一下，咬着牙说：“别他妈装算了，以前那笔账就是他经的手。哎，别泼脏水呀！我可没做假账。”远房外甥这才知道害怕了，双腿直接抖了起来。林哥不要啊！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高级会计证考下来的，到我手还没满月呢，求求你不要！见这两个人在地上跪着，我急忙推门走了出去。要是被人看见的话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但这两个人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，赶紧跑出来跟在我的屁股后面。林峰，林爸爸，饶我一马吧，我愿意出100万。周国强这是准备大放血了。我回眸冷冷注视着他，试图贿赂公职人员。没有，我没有啊！周国强惊恐地解释，以前咱也不是拿钱摆事吗？以前是以前，而且以前我做的那些事，挑不去公众号后巴西看更多出什么毛病来，等价交换。现在不同，你是违法了呀，周总。我知道违法了，但是周国强话没说完，几个穿着制服的税务局人员就走了进来。林峰，你怎么在这？师兄，我以前在这家公司上班，这不是上个月的工资一直没给我发吗？我过来问一下，还不赶紧给人家发了？周国强连踹带搡的把远房外甥赶走了。结果不到3分钟，我发现我的银行卡到账了100万。我的双目逐渐放大，把到账的短信拿给周国强看，当然其他的师兄师姐们也都看见了。林峰，这公司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周国强吓得屎尿横流，在这关键时刻居然慌不择路，想把我往办公室里拉，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吧。应该是被吓惨了，否则不会做出这么滑稽的事情。我拿出执法证件，在周国强和远房外甥的面前展示了一下，临时对你们做一个检查，制服还没下来，先看清楚执法证。我叫林峰，现在把湖心岛7号工程的所有文件拿出来，我要看看。周国强吓得瘫坐在地上，他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结果。
远房外甥同样如此，情绪崩溃的都哭了，几乎是挪到了工位的跟前，颤抖着把一摞文件找了出来。我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找到了所有的问题，偷税漏税400万，换个高级会计师果然不一样，涉案金额都跟着翻了1倍。周国强的公司被查封了，周国强本人将面临起诉，因为涉案金额巨大，去苦窑进修免不了了。远房外甥也很惨，首先就被吊销了还没满月的高级会计证，同样面临拘禁10年。就登上人生顶峰的周国强和奋斗了4年才初见苗头的外甥，一夜之间成了落水狗。不怪周国强抠，不怪他得罪我，怪就怪人太贪了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